看了不少的吉隆坡高楼林立的繁华，这一次我想换个角度，带大家走进马来西亚那些朴实、温柔的小城市。开车走了2500公里，穿越10个州，沿路看房，也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的美。欢迎收看我的环岛看房系列，一起看见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希望你喜欢。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今天我们又来看楼了，而这一次呢，来到的这个地点是罗佛州的新山。说到新山，大家有没有一个熟悉感呢？就是什么新加坡通勤族那个关卡、房产投资、经济特区等等等等的。那么其实呢，新山它也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工业重地，有很多的外资企业、工厂还有物流公司呢，都选择在新山这里设厂。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将实地走访4个不同区域的工业园，从靠近新加坡关卡的成熟工业区，到新兴发展中的数据中心，给大家看一看每一区的目前发展阶段还有发展潜力。而第一个点呢，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Senai Airport City 这个地方呢，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园，而是呢，它就距离新山国际机场非常的靠近，地点呢非常的有优势。这里的好处呢，就是靠近新山机场，它就非常适合空运物流、出口导向的公司。旁边就是高速公路，连接南北大道还有东海岸。周围呢还有很多的熟练劳工，还有员工宿舍、商业配套。而且呢，这里在这7年8年的时间里面，已经吸引了不少的国际制造业、电子厂、物流公司的进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它是选择在这里开设工厂的话呢，基本上它周边的这一个基建的设施，好像高速公路啊、机场啊，都已经完善了。再加上呢，员工在这边生活，它的生活配套也是齐全的。在 Senai Airport City 的话呢，它有2个巨头开发商，其中一个就是 iPark，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 EcoWorld。那么这里的工厂呢，基本上就是非常有规划的，就是有保安围篱呀，而且它的外观设计呢也比较整齐整洁这样子，所以在这边设立工厂的话呢，感觉就好像来到了一个高端的工业区。在这里呢，也上网看一下，已经在 Senai Airport City 建设工厂还有运营的企业，其实呢也非常的国际化，尤其是在 iPark 这里，因为呢有多家的企业是来自美国、中国、新加坡、日本、英国、德国等等的。这些企业呢就包含了医药的设备制造，还有仓储物流、电机，还有电子制造、精密工程等等。价格方面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一个接近2英亩的土地，然后盖一个4万平方尺的一个厂房的话，就大约马币1800万左右。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罗佛州的重工业区的老大哥巴塞古丹，还有它对面的丹中朗萨。这2个工业区呢，它是位于罗佛州的东南部。因为呢，它这里是有一个深水港口的，所以呢，它是重工业区之余呢，它也是一个属于港口的区纽。巴塞古丹它是罗佛州最早发展起来的工业城，这里呢，它拥有自己的港口巴塞古丹 Port， 大型的造船厂、物流中心、石油化工、制造业、冷藏物流、汽车零件产业等等的，有很多马来西亚和国际企业呢都已经在这里设厂多年了。OK， 丹中朗萨呢可以说是一个新一代的重工业区，因为呢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深水港口，而且呢它是马来西亚少数可以支持一些什么化工液体的工业区这样子。在这个巴塞古丹还有丹中朗萨的重型工业区，这里主要是以工业用地在出售，并不常见由大型开发商统一盖好，然后再销售整栋厂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买地然后自建，它的工业地价就大约是马币70到90之间每平方英尺。OK， 简单来说，在马来西亚，像丹中朗萨 Port 就是专门为这种化工液体储运而设的港口之一，能够处理大量的液体化工产品的进出口。那么这种港口，它是化工业进出口的这个大动脉，没有这种设施的话，就很难支持大型石化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呢，巴塞古丹那里它是一个重工业的工业区，而在丹中朗萨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石化液体的工业区这样子。而这2个工业区的话呢，它其实是互补的。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罗佛州古来的北部。那么这一边的话呢，本来它是一个农业区，
然后它就是大约5分钟时间就可以去到南北大道。OK， 那么近年来的话呢，政府呢就想要把这边打造成为一个数据中心，而且呢，政府这么一圈起来，就是一个占地会有7000多英亩的这个土地呢，是准备作为这个数据中心的。那么除了数据中心以外呢，接下来要吸引进来的呢，就是制造业了这样子。那么现在呢，可以看见我身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见很多电线电塔，对不对？因为作为数据中心的话呢，需要很足够的电力。那除了电力以外呢，数据中心它也需要那个冷却的系统，所以要有这个很充足的水源哦，去冷却它的这个数据中心这样子。所以除了这个电塔啊，远处也可以看见那个蓄水箱。所以基本上呢，政府的基建也就准备好了，就是电力啊、水利还有土地在这里，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数据中心来做他们的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然后呢，这边现在也有一个名称呢，叫做柔佛数据谷，就是 Johor Data Valley。那么未来呢，就是聚焦于数据中心啊、云端服务、AI 还有半导体的产业。现在来讲的话呢，已经有多家国际的科技公司还有服务器托管商已经进来这里了，就好像 YON-VR、Bridge Data Center 等等的。那么 Sedana Data Valley 是大马政府在数码经济蓝图下重点扶持的区域之一。站在这里的话呢，就会感觉到哇，这边的土地真的是有够大，就好像刚刚有提到嘛，7000多英亩的土地呢是准备给这个做数据中心的。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土地呢，基本上就是让这个制造业可以来这边买地建厂。那么假设说要来这边买地建厂的话呢，大家真的可以造一个很大的厂了。好了，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 SILC Southern Industrial and Logistics Clusters， 就是南方的工业园区，在我身后哦。那它这一边呢，总共的占地面积会有1300个英亩。这个工业园区的话呢，它是属于柔佛州伊斯干达经济特区里面呢最具规模有规划性质的一个工业园区。这里的工厂呢，主要是发展高科技制造业、清洁产业、生物科技、物流，还有数据中心或者是绿能相关的企业。来到这一个工业园区的话呢，它就给我的感觉是跟 Sunrise Airport CD 的那个差不多相近，就是比较有规模、有规划的发展。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因为有保安，我们是不能进去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有保安的为例的一个工业园区。然后呢，这一边的园区的话，它主要开发商就是 UEM Sunrise。那么这里的价格的话呢，它会比 Sunrise Airport 的稍微再高一点点，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呢是比较靠近新加坡的，就是说，如果从这里出发的话呢，去到马来西亚的那个关口Second Link 的那个关口呢，大约就是20多分钟。那么可能再花一个10多分钟的话，30分钟的时间就进到去新加坡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很多来自新加坡的厂家，或者是一些外资的科技产业公司呢，他们会在这边设厂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一边了。如果你正在寻找就是新山这一区的工厂场地的话呢，欢迎联络我们，因为我们这里呢是有一个团队伙伴呢，是可以给你就是这一方面的协助。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可以让你看见新山在工业的这一方面的发展。接下来呢，也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一集见了，拜拜。工业种地，因为工业种地 ，OK， and logistics Southern Industrial and Logistics Clusters，OK， 好 ，OK， 来1、2、3 ，OK， 现在来了 ，OK， 来 ，OK，1、2、3。如果是想要寻找工厂或者是场地之类的话，很长，OK， 来 ，OK， 来，1、2、3。